我们今天讲一个重要的概念，叫生命美学。原来我们讲了十几年的学呢，主要是在生命的真和生命的善讲了很多。生命的真，主要通过佛家智慧体系体现出来。那么生命的善，也就是良知，也就是道德，通过儒家体系，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或者叫华夏文明体现出来。那么美呢，我把它归属于道家不是说道家没有善没有真，而是道家主要是通过美的形式来体现就是悟道。那么生命美学，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心性之别名，在过去叫心性，我们现在与时俱进，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名字叫生命。那么生命在我们中国传统儒佛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它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就叫心性，有时候简称心，有时候简称性有时候呢全称为心性也就是说心性即生命，生命即心性我们现在解释第一个概念，就是生命美学的第一个概念，什么叫生命。第二个概念，什么叫美学？美学就是探索美的本质以及美的多样化呈现的方式的一门学问，叫美学。那么美的呈现的方式和证悟美的方式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艺术。艺术有很多种门类，无论哪一个门类，它的最终的目的，它的使命就是第一是追求美，第二个是呈现美，把美呈现出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那么什么叫美学呢？美学属于哲学的一个范畴，是属于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在中国呢，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叫义理学简称理学。那么美学在中国它是隶属于义理学范畴，那属于理学所讨论的范围。在我们生命学这里呢，因为生命本身就包含三大属性，就是真善美。我们讨论美学，实际上就是以通过讨论美学的方式来了解领悟生命的内涵。我们把美学不是简单的孤立的看美学看艺术，而是把美学和艺术视为生命，也就是心性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来看待。探索美实则是探索生命之内涵，或者说探索生命内涵的三大途径和门径之一，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因此我们生命美学有一个核心概念，好，这就叫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美学，什么是生命美学。我们用几句话简单概括一下。现在我们讲第二个主题，探索生命美学的意义和价值。探索生命美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它不是常人所理解的我们通过各种艺术来追求美，来获得美的愉悦就完了，不是的。那是普通人对艺术和美的定义我们生命学中对生命美学的定义是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我们把这个追求美作为追求生命觉醒的三大途径之一另外两种就是追求通过善的方式，也就是通过道德觉醒实现生命觉醒以及实现生命解脱。那么佛家呢是通过破坏显真，也就是通过实相真相证悟真相证悟实相的方式，也就是通过真理的方式来实现生命的觉醒与解脱。那么美学的价值是什么？美学的价值就是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这样的话就赋予了所有的艺术以修行的内涵。在我们生命美学看来，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通向生命解脱的修行门径和修行道路。
那么艺术呈现方式有无穷多样种，就类似于佛家说的佛法门有84000种。那么套用这句话的话，那么在美学中也可以说艺术门类无限多样种，每一种艺术门类都是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那么艺术家在我们看来都是生命觉醒的实践家和探索者，他们通过艺术追求和艺术探索，实际上就是探索生命的解脱。那么他们的艺术实践就是生命的实践，也就是俗称的修行。艺术，所有的艺术都是修行。那么修行的结果是什么？修行的结果在佛家叫成佛，在儒家叫成圣，在我们有一个比成佛和成圣更有涵盖性的一个概念，叫生命的终极觉醒，或者叫圆满觉醒。那么这个是我们生命美学首次提出来的概念，即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以及所有的艺术门类的追求探索与实践，都是对生命觉醒的追求探索与实践。这样就势必导致一个结果，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生命修行家，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修行者，通过他们艺术的实践，也就是艺术的修行，最终要实现生命的觉醒和生命的圆满。那么至于生命的觉醒和圆满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在这一点又和真和善是相通的。也就是说，通过真以获得生命的觉醒，在佛家称为成佛；通过善的觉醒是以实现生命的觉醒与圆满，在儒家称为圣。儒家对于圣的境界、圣的状态、圣的成果、圣的正量，以及佛家通过美实现成佛，关于对佛境、佛果、佛的正量、佛的内涵，包括佛的三身、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佛的三身的各种成果正量的描述，都是对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以后的生命觉醒状态的描述。也就是说，他们三者是相通的。通过道德觉醒获得的生命觉醒和生命圆满，以及通过真的觉醒你获得真的圆满，也就是成佛，完全等同于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的结果。我们还是简化一点说吧，就是所有的艺术家的最终结果是成佛。就这一句话就说，或者是这是比照着佛家说的，这比照着儒家说，所有的艺术家追求的最终结果就是成为像孔子、孟子一样的圣人，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获得圣境获得就是儒家所有关于圣人的境界的描述完全达到这个境界。这就是第二个概念，我们通过美德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那么这个生命觉醒与佛家的生命觉醒与儒家的生命觉醒是否一样？我们在这里正面回答，完全一样。那么美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艺术实践过程，不管你是通过跳舞、通过书法、通过绘画、通过音乐，通过所有这些艺术门类的实践，就在我们生命学看来，就是严肃的修行。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深入的唤醒美、成长美、拓展美、进化美，最后实现美的全面、深刻、圆满的觉醒。那么全面、深刻、圆满的觉醒，也就是所谓的成佛那么在儒家就叫成圣
那么在我们呢就叫生命学中就叫生命的彻底觉醒。好，这是通过正面回答艺术实践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或者叫我们给艺术门类的所有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给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叫艺术实践冒号所有的艺术实践即是生命觉醒的修行过程。那么他的这种觉醒过程有别于儒家，有别于佛家。那么它是通过不断的唤醒美来实现生命觉醒，也就是他们是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而儒家是通过不断唤醒善、拓展善、升华善，最后止于至善的形式来实现生命的终极觉醒。佛家是通过不断的破幻显真，把梦幻泡影不断的破除掉，把各种虚伪虚假不断的破除掉，最后破幻显真，不断的显，不断的显，最后显到圆满状态，显到终极状态，就叫成佛。还有一个就是审美，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叫审美。什么叫审美？审美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里面呢有2个概念，一个是审美者，一个是被审美者。那么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一直有一个争论，这些细节就不说了，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生命美学的大纲和总要。细节的话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讲。那么无论是西方的美学还是东方的美学，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美存在在客体中还是存在在主体中，还是存在在主体与客体的交集中，一直有这样的讨论。那么有一些人认为呢，美完全是客体的，美存在于自然中，这主要是西方的写实主义。我们只需要把自然界的美如实的像照片那样把它拍摄下来，呈现在画面上。这个艺术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把天地的美呈现在我们的画布上，呈现在油画中，呈现在这个水彩画中，呈现在建筑中，呈现在服装中，我就可以了。因此在西方的写实派认为，美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客体之中。艺术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的捕捉美，以及拥有把自然界的美再现在通过某种方式再现出来，比如说通过服装，通过建筑，通过油画，通过电影，通过等等，包括通过这个声乐、音乐这些方式再现出来。那么再现的越好，再现的越妙，你就越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相反呢，如果你再现的很拙劣，再现的很片面，再现的很肤浅，那么你就是一个3流艺术家。区分1流、2流、3流，区分艺术家的等级，区分艺术家的价值，也是通过你对自然界的美的再现、捕捉、呈现能力来决定你是1流还是3流还是不入流。这是一种就是美学观念，就是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间。艺术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存在于自然界、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天地之中的美，想尽各种办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呈现出来、再现出来、表现出来。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观点呢，和我们东方文化中、东方的历史中是这种观念的很多。认为呢，美存在在人的心灵中，存在在人的精神中。那么艺术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存在在心灵中与生俱来的存在在心灵中的美，通过书法，通过绘画，通过建筑，通过服装，通过各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也就是说，美源于内在，美不源于外在。那么外在的东西只是我们的一个
借口和由头。这是我们东方的艺术家最主要的一个主流思想，一个主流学派，就认为美存在于内在，美存在于心灵，美存在于身心内部那么艺术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存在于身心内部的这些美通过各种手段技巧把它呈现出来，这叫美源于内在。西方主流美学思想是美源于自然界，自然即为美，自然与美是同义词。那么东方人认为呢，美存在于人的心灵中，如何把心灵深处的美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艺术家一生孜孜以求的事情要做的工作的最高追求。那么在还有一派，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折中派。那么这一派认为呢，美存在在自然界与人之间它美既不完全存在于自然界，美也不完全存在于人的内部。那美存在于什么？美存在于自然界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拥有一颗美丽的审美的眼睛，你才能够发现自然界的美。但这不是自然界真的有美，是因为你拥有了发现美的眼睛，再加上自然界的这个客体的作用，你才能够就是发现美。那这样的话呢，美就存在于你与就是这个审美者与被审美者，或者叫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美呈现出来。也就是说，美是一种关系，美既不是客体存在，美也不是主体存在。那美存在于哪里？美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互动过程中的关系，在关系中呈现。这是一派基本的观念，就是总之，人类关于审美、关于美存在在哪里，美源于哪里，大体上就分为这三大流派。一派认为美完全在自然界，人类所做的工作就像搬运工一样，把自然界的美搬运出来搬运到我们的服装中，搬运到建筑中呈现出来就可以了这叫拷贝，叫模仿。因为美源于客体，美源于外在。那么我们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包括印度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主要倾向于美源于内在。那么还有一派认为呢，美既不源于外在，也不源于内在，美是源于内在与外在在互动过程中的关系中呈现。这是一派认为，这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派就是近现代的东西方的艺术家们越来越主流，越来越倾向于关系派就是美在关系中呈现，在主客关系中，审美与被审美的主客关系中呈现。那么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来讲，怎么来理解美的起源问题，或者叫美的载体问题？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回答，美源于心性，美就是心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美源于先天。既然美源于先天，美既呈现在客体中，也呈现在主体中，因为主体客体都是心性的呈现也呈现在主体与客体互动的关系中。所以在生命美学看来，美既源于客体，美也源于主体，美也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中美以无限多样种形式呈现。那么世界有多么丰富，美就有多么丰富。站在生命美学的角度看来，全心性皆美，全美皆心性。所以美就是心性本身，我们美的觉醒就是心性觉醒。我们审美的过程，发现美的过程，深入美的过程，追求美的过程，探索美的过程，体悟美的过程，所有的这些过程，也就是从事艺术的过程，从事审美的过程，全部是从事心性探索的过程。
我们融入美，实则就是融入心性；探索美，就是探索心性，也就是探索生命。那么美在我们身心中觉醒，不断的觉醒，不断的深化，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提升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的净化我们生命的过程，升华我们生命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过去无论是西方的美源于自然，还是东方的美源于心灵，以及近现代伴随着工商业文明时代而来的主流的审美思想，就是美源于主客体的互动的关系中，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对美的一种片面认识，都对，但都不完整，都很片面。那么到底美是存在在主体中还是存在在客体中呢？答：美既存在在主体中，也存在在客体中，美存在在一切中。站在生命美学的角度看来，美就是万物之本身，万物的本质就是美。当然，万物的本质也可以是真，既是真，也是善，也是美啊。那么真善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全真是善，全善是真，全真是美，全美是真。所以真善美都可以用全字来概括，全部的美就是善，全部的善就是真，全部的真就是美。所以真善美是3R1 1R3的关系。所以这就是真与善与美之间的关系。就是凡是美所在之处，皆是善所在之处，也是真所在之处。因为真善美是分不开的，真善美都是心性的3个面相而已，它们在心性中完全混同为一。因为心性使真善美混同为一，因为混同为一，所以真所在之处即善所在之处，善所在之处即美所在之处，美所在之处即真所在之处。所以美的觉醒，换一个角度讲，等同于善的觉醒；再换一个角度讲，等同于真的觉醒。那么真的觉醒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凡是真的觉醒就等同于美的觉醒，也等同于善的觉醒。凡是良知善在儒家被称为良知，凡是良知觉醒之处，也等同于美的觉醒之处和真的觉醒之处。所以无论你是通过美这道门进入心性世界，进入生命世界，还是通过善这道门进入生命世界，结果是一样的。通过一个门进入，通达3者。没有通过美进入的人，最后得到的还是美本身，与善一点关系没有，不存在；与真一点关系没有，也不存在啊。因为真善美是1R3 3R1的东西，全真是善，全善是美，全美是真，他们是这样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艺术家当获得美的觉醒以后，它一定伴随着善的觉醒，同时它一定伴随着真的觉醒，反之亦然。那么像王阳明，显然王阳明是个道德家，因为他是个儒家大儒。那么当他获得了良知的觉醒以后，王阳明我们完全可以说王阳明获得了美的觉醒，也可以说王阳明获得了真的觉醒。因为一个觉醒一定伴随着另外2个觉醒，因此我们就以王阳明为例，王阳明获得了良知的觉醒，也就是善的觉醒的同时，他也获得了美的觉醒啊。一个大儒，一个通过美的善的觉醒的人啊，他在审美上一定远高于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同时也获得了美的觉醒，他对美的内涵、美的掌控、美的欣赏，所有与艺术与美有关的事情，他都远高于普通人。同样，如果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通过美的觉醒，已实现了生命高度的觉醒以后，他对人类的善、对人类的真，拥有着远异乎常人的理解。尽管他美的觉醒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能够完全等同于善的觉醒。善的觉醒不能完全等同于美的觉醒，但是它们具有高度关联性。一个觉醒一定伴随着另外两者的高度觉醒。所以这就是真与善与美，就是美与真与善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的问题就是一句话概括：全真是美，全美是善，全善是真，全真是美，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真善美三者在心性中混同为一，因为真善美都是心性的三个面相，它们就是心性本身。这个是关于审美问题，就是审美问题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美源于何处的问题。在我们生命美学看来，美就是心性本身，认为美就是心性本身，所以可以说美源于生命，美源于心性。心性，全心性即为美，全心性即为善，全心性即为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全心性即为美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全美即为心性。这就是正面回答了美的起源的问题。那么美的载体呢？万物皆是美的载体。所谓的载体就是呈现者，就是什么东西是美的呈现者万物皆是美的呈现者，所有的存在皆是美的呈现者。那么存在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主体存在，一类叫客体存在。主体存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意识，或者叫意识的世界，或者叫心灵的世界。那么客体存在就是所谓的自然界。那么无论是主体的心灵世界还是外在的自然世界，就是自然界，都是美的呈现者，也就是说都可以视为美的载体。那么在一个生命美学家或者是生命艺术家看来，没有万物，只有美。万物所组成的世界就是美所存在的世界。在他们眼中没有日月山河，只有以日月山河的形式存在的美。一切皆是美之载体，一切皆是美之呈现。在生命美学家或者叫生命艺术家看来，没有万物，只有美。就是比如说泰山黄山什么就是所有的山，没有山。在艺术家看来，所有的山都是美的呈现，所有的水都是美的呈现，所有的大地万物花草树木日月山河都是美的呈现，以及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爱恨情仇，所有这一切全部是美的呈现。所以在艺术家看来，没有逻辑存在，逻辑也是美的呈现，没有情感存在，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美的呈现。就是所有的心灵活动，所有的心灵世界全是美的世界。那么有美，在我们现象世界中就有丑。那么丑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讨论真和善的时候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在讲儒家学说的时候，就因为儒家是建立在道德、建立在良知、建立在善的基础上，那么有善就有恶，那么恶是什么？恶是善的缺席状态。那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生命美学。那么什么叫丑？丑就是美的缺席状态。那后我们刚才说的观点似乎有冲突，有矛盾。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观点是一切存在，这个存在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存在，一类是客体存在。无论是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这两个世界其实都是美的世界。站在一个生命艺术家看来，都是美的世界。没有主体世界，是美以主体形式存在的世界；没有客体世界，是美以客体形式存在的世界。这句话很重要，让我再重复一遍。在生命艺术家看来，没有主体世界，也就是没有心灵世界。
那没有心灵世界，我们常人的心灵活动是什么？在生命艺术家看来，那都是美的呈现方式，美以主体的形式呈现，美以主体的形式呈现就被我们称之为心灵世界，或者叫精神世界。美以客体的形式，就是以日月山河花草树木的形式呈现，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客体世界啊。那么在生命艺术家看来，没有物理学家，物理学家研究的所有物理世界都是研究美的世界啊，他们只是把美的世界以物理的思维方式在研究。那么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不是自然科学家，在生命艺术家看来，他们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探索美的客体存在形式，用物理学家的眼光在研究美的客体存在方式以及运动方式。化学家也是，在生命艺术家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化学家，只有以化学的方式在研究美的客体呈现方式。其他的什么数学家啦，什么生物学家啦，植物学家等等，一切地质学家啦，气象学家，所有的这些东西在生命艺术家看来他们都是在研究美的客体化呈现的世界，也就是客体世界他们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在研究美，在探索美。但这是站在生命艺术家看来，但是站在自然科学家看来，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我就是在研究化学的世界，我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就研究化学的世界；我身为一个数学家，我就研究数的世界；我是个物理学家，我研究的就是物理的世界不管是宏观物理世界还是微观物理世界，总之我研究的物理世界。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大家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不同。因为在生命美学家看来，或者叫生命艺术家看来，这个世界没有美之外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是美的呈现。那么丑是什么呢？那既然所有的事物都是美的呈现，那丑何以存在？答：丑是美缺席的状态。那既然所有的事物都是美的呈现，那为何美又缺席了呢？这似乎有矛盾。但这个矛盾是它的内涵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本质是所谓的缺席状态，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就本质而言，美是永不缺席的，美是永远存在的，美就是存在本身。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有丑存在呢？丑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有业障，人有业力，人的这种恶业的业障障住了美当他把美障住了以后，屏蔽了以后，似乎就呈现出美的缺席状态。这么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呢？我们就用这个云彩与太阳之间阳光的关系来理解阳光普照大地，普照整个太阳系，整个太阳系都在太阳的阳光的普照之下好像无处不在。但是有一片云挡住了阳光，在这个云所挡住阳光的遮挡的这个区域内，阳光是缺席的就这个特定的这个空间，这个区域，就是被乌云挡住的这个区域内而言，阳光似乎是缺席的，好像是没有阳光的。那么这个没有阳光遮挡住阳光的这个阴影部分，被乌云遮住的阴影部分我们就称之为丑，称之为美的缺席状态。那么在存在的世界中，美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乌云是谁呢？就是业障。对我们而言，对人类而言，业障就是我们心性或者叫生命之光的乌云。当无明或者叫当业障这个乌云所遮蔽的这一部分，那么心性中的美就透显不出来，透显不出来，美就缺席，美的缺席就是丑。那么怎样去除丑呢？
就像我们怎样把乌云挡住的这一块阴暗部分去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乌云驱散。当乌云驱散的时候，阳光就会又会普照所有的地方，包括曾经被乌云所遮蔽的那一片区域，也会笼罩在阳光中。那么怎样消除人世间的丑陋呢？丑恶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消除业障，消除无明。那么业障和无明消除以后，丑就随之消除，那么这个世界就无处而不在的充满了美。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美是永恒的，丑是临时的。就像阳光普照天地是永恒的，那么乌云遮蔽的那一部分是临时的。这就是关于美与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美无处不在？美就是存在之本身，美就是全部主体世界和全部客体世界之和就叫美。那么既然如此，丑自何来？丑是业障所画出来的乌云临时障蔽的那一片区域，名之曰丑，也就是美所缺席之处，叫丑。美也就一旦把这个乌云解除了，美的阳光又重新照耀所有丑陋的地方，使丑陋的地方便恢复为美。也就是说，美才是这个世界上的本质，而丑是这个世界上的临时存在。好，这就是美与丑之间的关系。之前呢是讲美的义理部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讲，就是关于美的哲学部分。我们下面关于讲美的实践部分，或者叫艺术的实践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美的觉醒即生命觉醒，那么怎么来获得美的觉醒？它分为几个方面这个主题。第一个就是不断的有意识的培养唤醒美的意识，它非常类似于不断的培养和唤醒道德意识。这个很难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追问了，那就是如何唤醒美的意识，这个很难说。就一句话，当你拥有了唤醒美的意识的时候，当你有了这个意识，你就踏上了唤醒美的意识的道路。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当你拥有了我要唤醒美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你就踏上了唤醒美的意识之旅程。就是当我要觉知生活点点滴滴的琐事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启了觉知之路。你不要在觉知基础上在头上安头，画蛇添足，再问师父我怎么来唤醒美的意识？没有怎么当你有了这个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培养我的美的意识，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可以了你不断的强化这个念头，这个过程就叫唤醒美的意识，而不是不断的在追问师父我如何唤醒美的意识，没有如何我再强调一遍，当你拥有了就是当你意识到我要唤醒美的意识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美的意识不要在我要唤醒美的意识基础上再追问师父我如何唤醒美的意识，这就叫头上安头。这个在禅宗里面是一个大忌细节就不说了这个总之是大忌。就是我们不要落入方法论陷阱
我们之前一再强调，不要迷信方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方法，但是不要迷信。尤其在生命学中，生命学跟这么说吧，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两元论之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拿一点时间来彻底说透方法问题，就是什么是方法，我们彻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之前我可能也说了，但是说的不够彻底，正好就着这个机会，我们今天把方法彻底说清楚就是什么是方法冒号在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中，方法是建立在两元论基础上的。什么叫两元论基础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方法和一个学习方法和使用方法的人，是吧？这个是在两元世界中，就是自然科学中和社会科学中，它是这样的那么只要在两元世界中，方法几乎是万能的。你无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找到与做这件事情相关的方法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他从出生以后就生活在两元的世界中，因此呢他就慢慢的养成了方法万能论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马上就要问你方法是什么，这个是对的。因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中非常强调方法完全决定事物的成败。但是生命学不需要方法，或者说生命学对方法有着独特的理解。为什么？因为生命学是建立在存在之上的学科，是建立在主客泯灭的基础上的学科，是建立在超越两元之上的学科所以生命学的觉醒过程就是不断抛弃、藐视、无视、超越方法的过程。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是越来越依赖于方法、沦陷于方法的过程。生命学是越来越超越方法的过程。为什么要超越方法？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方法和使用方法的人，就是建立在两元之上。方法是强调两元的，你越沦陷于方法，你就越生活在两元中，深陷于两元中出不来。要想从两元中超越，要想打破两元的怪圈，首先从打破方法开始，首先从不依赖于方法开始。可能初期的时候还要有一点方法，但是越往上，就是首先我们在认知上要建立一个洞见，越往上越不依赖于方法，越往上越消除方法。那么觉醒是什么？觉醒就是对方法的抛弃你什么时候抛弃方法了，你的觉醒就开始了。一个深陷于方法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开悟和觉醒的，因为觉醒是两元在泯灭的过程中的呈现。两元化泯灭多少，两元化被超越多少，你就获得多少觉醒。他们两个是成正比关系的。你超越多少两元，你就获得多少觉醒。反过来说，你获得多少觉醒，你就超越多少两元。你超越3成两元，你就获得3成觉醒；你超越8成两元，你就获得8成觉醒；你超越10成两元，你就获得圆满觉醒。反过来说，
要想获得觉醒，就得从超越两元开始；要想超越两元，就得超越方法开始。因为所有的方法都是建立在两元之上的。因此，生命美学，起步的时候可能要讲究一点技巧，讲究一点技术，讲究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这个乐器怎么操作，它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我绘画，我要拿毛笔，这个毛笔怎么拿，怎么运用，它是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但是这只是起步，一旦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学会以后，就不要再迷恋方法了。我们那个艺术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叫悟性，就是你有没有艺术天赋。所谓的艺术天赋实际上就是艺术悟性。那么艺术悟性、艺术天赋它具体指什么？自古以来好像对这个问题都不大说的不大清楚。我们今天试着把它进一步的说清楚。实际上就是你超越两元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你对方法的抛弃的速度与彻底程度。你对方法抛弃的越快，抛弃的越彻底，你这个人就在艺术上就越有天赋。你越依赖、迷恋、深陷、纠缠于所有的技巧与方法的时候，你就越是没有天赋，你没有艺术天赋你在艺术上得不到成长。这就是我们对艺术天赋的定义，或者说艺术悟性的定义。这个定义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你对两元的超越程度。你超越的越快，你这个人就越有悟性；你超越的越彻底，你就越有悟性。那么它具体表现是什么？因为对两元的超越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表现为就是对方法的超越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方法的，只有觉醒，只有领悟，只有超越没有方法。方法都在入门中完成，在起步中完成。一旦完成以后，所有门内的艺术家都是随心所欲，法无定法你对随心所欲、法无定法理解的越深，你就越是一个大艺术家，你的美的觉醒的程度就越高，不然的话你美的程度就越低。美的意识的觉醒，首先就是对两元的抛弃，对方法的抛弃那么对方法的抛弃，对两元的抛弃，或者叫对两元的超越，又具体表现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入门的初级的有为法阶段，那一个是中高级阶段的无为法阶段。所有的艺术家都要经过这两个阶段。在入门的时候，严格的按照技术要求去操作，比如说乐器怎么操作，你要严格的按照它的这个规章制度去操作，按照这个乐器的特点性质去操作。包括书法家对这个毛笔、对书法的点画线等等，要很长时间的去操作。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有为法阶段那么有为法阶段过了以后，下一步就是无为法阶段。无为法阶段就是对所有方法的超越对这些方法不超越，你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艺术家与一个艺术工匠者之间的这个根本差异是什么艺术工匠者永远生活在有为法的世界中，严格的按照此门艺术门类的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去操作，这就叫工匠艺术家呢是自如的操作这些工具又不被这些工具所束缚，他所获得的是高度的美的觉醒一个获得了高度的美的觉醒的人，又把他这种高度的美的觉醒借助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工具来呈现的人，就叫艺术家。
一个工匠是深陷于操作技巧中的人，也就是一句话总结，工匠是沦陷在有为法中出不来的人，叫工匠。艺术家是超越有为法，已经进入到无为法中的，获得了高度的美的觉醒，也就是生命觉醒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艺术家。他们的中间的那个根本的差异，今天讲的还是生命美学的基本知识，只讲一个大纲，一个纲要细节，因为美的世界很丰富，就像真的世界很丰富，像善的世界很丰富。那么具体的表现就是儒家的经典是多么的丰富，那么多的经论都是在讨论一个字叫善。那么佛家84000法门以及无量无边的经律论都是在讨论真这一个字美也是，你看自古以来图书馆里面讨论美的艺术的书也是汗牛充栋，也是这个车载斗量都是一个一个图书馆里这个讲。所以呢，美的东西是很复杂的，很丰富的。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一个大纲第一个就是生命美学实践学，也就是美的修炼，或者叫美的成长，或者叫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之道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美的意识的觉醒。美的意识的觉醒没有方法，就是美的意识的觉醒之本身，就是美的意识的觉醒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再问我如何美的意识的觉醒，没有如何。为什么？因为生命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两元之上的，因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十分迷恋方法、技巧和手段。那么生命学是建立在存在之上的，建立在显性之上的。因为建立在存在之上，建立在显性之上，建立在超越两元之上，也就是在一元中，在不二法门中获得觉醒。因此在生命美学中只有美的觉醒，就是不断的唤醒就行了。就是你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和渴望，我要美的觉醒，这种渴望这种冲动就会给你带来不断的深入的美的觉醒。这种冲动这种强烈的愿望就够了，在这个强烈的愿望之外没有方法。好了，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强烈的美的愿望，美的冲动就是唤醒和成长提升美的觉醒的不二法门。第二个就是安处于美。安处这个词在佛家金刚乘、大手印和大圆满中是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在大手印、大圆满中有一个重要的修行，就是安处于心性，也就是安处于明体。那么在美的觉醒中就是安处于美。安处于美是一个非常具象又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它是建立在第一个概念上，第一个概念就叫美的觉醒。当你美的觉醒以后，初步的美的觉醒是比较含糊的，比较朦胧的，你似乎又知道什么是美，但似乎又说不上来什么是美它是一种若隐若现雾里看花的一个状态好，就安处在这个状态中，这就叫安处在美中。那么安处本身就是不断的在唤醒更多的美，越安处唤醒的越多。那么安处的要点就是若有若无，不能意识太强，不能没有，要若有若无。那么美是要修行的，美的修行的过程就是安处的过程。那么安处又分为两种安处，一种是动态安处，一种是静态安处。什么叫静态安处？就是打坐。打坐又分为两种，一种叫盘坐，就像我现在这种坐姿，这就叫盘坐。还第二种叫做端坐。
儒家采用的方式就是端坐弄一个太师椅，人端坐在上面，两脚踏地，与肩同宽，上身坐直，这就叫短坐。无论是短坐还是盘坐，总之都是静态美静态安处美的世界。那么静态安处美的世界怎么安处呢？就是在姿势保持着端坐或静坐的前提上排除一些私心杂念，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不断的去领悟感悟，若有若无的去感悟美就行了不要给美下定义，就是美，就是美本身，我就安处在美上在这个时候，这就是禅修，叫静态禅修，静态的安处在美的世界中，安处本身就是在唤醒美，但这个唤醒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不是我安处2分钟我美全部唤醒了，它没那么快，它的进度跟安处在善的进度和安处在真的进度是一样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资质根气，就是所谓的上根气、中根气、下根气人。那么上根气人禅修无论是真禅修、善禅修还是美禅修，无论是安处在真还是安处在善还是安处在美中，那么它的进度是最快的，因为它是上根气。中根气呢就是中等程度，下根气呢也许安处一辈子也没有达到终极圆满的状态，还需要下一层接着修行，接着安住，这就是下根气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天赋差异的，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刀切，都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上根气人来讲，他在美中禅修3年到5年，他就基本上达到了美的极致，美的圆满，也就是把整个心性、整个生命全部唤醒，也就是所谓的成佛。用佛家叫成佛，用儒家叫成圣，用我们的话说叫获得生命的圆满觉醒。那么这指的上根气人，中根气、下根气他就不这样，他也许20年，也许50年，也许更久，也许这一辈子只完成了美的觉醒历程的1半或1/3那么剩下的他美的整个历程的剩下的1半历程，剩下的1半路还需要下一生来走，也许要几世才能走完美的全部历程美的觉醒的全部过程才能达到。但不管怎么说，我刚才讲的这是静态安处在美的就是安处在美中美上那么还有一种是动态安处。什么叫动态安处？就是比如说画家在画画的过程中就是动态安处，他一边在画画，一边他就在唤醒美、安处美、觉悟美、体会美、融入美、觉醒美、成长美的过程。那么整个这个画画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安处在美中的过程所以你看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他是排除杂念的，他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人打扰的。为什么？他需要安处，他画画的过程就是修行，就是在禅修那么佛家的和尚们禅修的时候，他是安处在真上。那么儒家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他是安处在善上。画家、艺术家在画画的过程中，他是安处在美中。其实这个道路不同，途径不同，形式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唤醒真善美或其中一项，以实现唤醒生命的觉醒。也就是说，具体讲就是道德觉醒即生命觉醒，你道德觉醒多少等同于生命觉醒多少，这是完全划等号的。那么同样在艺术家那里，美的觉醒多少，艺术的觉醒多少，就是生命觉醒多少，这是完全划等号的。那么包括那个跳舞，我们不就是有一个生命禅舞吗？
那么在跳舞的过程，跳舞当然是动态的，舞嘛，它不可能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那么在这个动态的跳舞的过程中，禅舞的过程中，就是在唤醒美、融入美、净化美、升华美，这个圆满美的过程。尤其是唤醒美，让美不断的唤醒，美的觉知，美的觉醒，美不断的觉醒，不断的觉醒，也就是生命的不断觉醒，心性的不断觉醒，通过舞蹈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跳舞的过程就是实现生命解脱和觉醒的过程。那么舞蹈如此，绘画如此，那么音乐呢也是如此。在弹钢琴的过程中，在弹奏各种乐器的过程中，就是在唤醒美、升华美、圆满美、拓展美，还有净化美。因为美里面有很多杂质有掺杂了很多功利的成分、世俗的成分、五毒的成分、自我的成分，但这个过程中都要去净化掉所以你要在弹奏音乐，比如说弹钢琴、吹笛子这个弹琵琶等等，这个过程中你要越来越无我，越来越消除五毒，越来越升华，越来越去除世俗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出世间的你要越来越出世间，越来越出世间，这个过程，尤其是越来越无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唤醒美、觉醒美、升华美、圆满美的过程。也就是总之，所有的这些艺术活动全部是动态禅修就这么一句话概括或者叫动态的方式实现美的觉醒及生命觉醒。它和静态的方式是异曲同工，也可以相互补充叫文武一动一静，文武之道太静可能也不好，长期的静也不好，长期的动也不好，这两种方式可以交替使用在过去被认为是最佳方式。怎么样交替使用呢？就是一段时间打坐，在打坐中安处在美中这也就是静态禅修。那么静态禅修一段时间，在动态禅修，动态禅修一段时间，在静态禅修，一文一武相互补充，这是被历史上公认为是最好的方式。一味的静和一味的动都不好，都偏，就是一条腿走路都偏了最好的方式是相互补充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画家，如果他真正掌握了美的觉醒的修行技巧的话，他会半日静坐，半日画画。音乐家也是最好是半日静坐，半日弹钢琴、弹古筝弹什么从事音乐活动就是一段时间静的，一段时间动的，再一段时间静的，再一段时间动的，一动一静，一阴一阳，文武之道，这是最好的。就是总之，通向美的觉醒，强化升华美的觉醒之道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静态途径，一种是动态途径这两种方式都是必要的，都是非常好的不能说谁可以取代谁，或者说谁比谁更好，不能这样说。好了，这是通过安处的方式，动态安处和静态安处的方式实现美的觉醒及生命觉醒这样的道路还有一个呢，就是补充一下，刚才说到有为的方式和无为的方式，就是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为这个大部分都是初级阶段，一种是无为，那是主要是高级阶段。那么在有为阶段中，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它处在经验世界中，它这个时候的审美观是主要处在经验世界的审美观也就是说审美大体上有两大层次，一种是经验世界的层次，和一种是鲜艳世界，也就是般若智慧的层次般若智慧也就是本体智慧的层次，大体上分为这两种层次现在的艺术家也好，还是这个艺术爱好者也好，绝大部分是处在经验世界中
他们所获得的美是经验世界之美啊，经验世界之美在生命觉醒中的价值是很低的。生命觉醒要想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必须要完成一个飞跃过程，就是从经验世界审美进入到般若世界审美，就是从有为审美到无为审美，从有为艺术进入到无为艺术，也就是从技巧的艺术上升到这个悟性艺术。高级的艺术是法无定法的，就是纯粹凭着悟性而来的艺术。低级艺术是完全按照某种技术化，像个技术工人在操作那样的获得的美感，这个是低级的。这种艺术给人类带来的、给生命带来的解脱是非常局限和有限的。要想实现生命的终极觉醒、圆满觉醒就像如佛陀那样、如孔子那样的觉醒，必须进入到无为的美学世界中才能够实现，不然的话实现不了。这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们生命美学说美的觉醒即生命觉醒但是你可以立即拿这个问题来诘问我，那么世界上那么多从事艺术的人，我也没见到他们一个人获得解脱呀，像佛那样解脱呀。那么多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西方，那么多的艺术家都没有，他们临死的时候还是个凡夫，是个普通人。那么似乎与我们提出的那个观念，就是美的觉醒及生命觉醒，似乎有矛盾，实则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他们长期的处在经验美学之中，他们在经验世界中审美，没有把审美升华，从经验世界升华到般若世界，从有为中升华到无为。他们从事音乐，但是他们没有获得美的觉醒这是两个概念。从事艺术与美的觉醒没有100%的必然关系大部分从事艺术的人都是工匠艺术，都是匠人，他们神性是处在无明与混沌中的，他们没有学会生命美学，不知道通过生命美学的方式不知道如何通过艺术来唤醒美的意识，强化美的意识，升华美的意识，拓展美的意识，美的觉醒。他们不会，他们没有人教导他们，没有人启迪他们，没有人给他们这个意识。我吹笛子吹久了，我能吹出一个佛来，我能把我自己吹成佛。他没有。我弹钢琴弹好了，弹透了，弹彻底了，我就能够把我从钢琴中弹出一个佛来。他没有人教导他，他的老师的老师，他所有的教科书中都没有这么告诉他，因此没有给他这个意识。他不懂如何通过音乐这种途径，弹钢琴这种途径来成佛，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他弹了一辈子钢琴，浪费了绝佳的机会有点像一个瞎子来到了一个满是黄金的岛屿没有人告诉他，你来到了黄金之岛，你摸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是黄金没有人告诉他。因此他这个瞎子来到黄金的岛上转了一圈又走了，白来了一趟甚至为了来到这个岛上，他遇到了风暴，他也许丧生失命命都丢失了没有得到必要的财富。那么这些弹钢琴的、吹笛子的、跳舞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跳舞能成佛，没有人告诉他们弹钢琴能成佛，但是前提是方法要得当因此他们弹了一辈子钢琴，
他们只是一个弹钢琴的匠人只是弹的手法技术比一般人更加熟练，仅此而已。因此他弹到死，他仍然是一个审现无明、审现自我、审现五毒之中的一个凡夫。他们没有一点点觉醒，没有通过艺术以实现美的觉醒，没有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的觉醒完全浪费了自己这几十年的弹琴生涯、弹古筝生涯，完全浪费了，没有把它充分利用好借助他们以实现生命的觉醒，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人类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不断地上演着这种遗憾。那么多的人从事艺术活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艺术活动和艺术实践过程中充分的利用这样的艺术实践，以达到美的觉醒和生命觉醒因此我们生命美学的诞生，生命美学的出现，也就是今天晚上所讲的内容，可能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他首次告诉别人，所有的艺术实践都是生命实践，所有的对美的追求都是对生命觉醒的追求所有从事艺术活动就是从事生命的修行，这个意义太大了这是个里程碑的事情。我们再谈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三性之美，三性之美的觉醒。三性概念是我们生命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哪三性呢？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最低的也就是最初的属性叫生物性，那么其次叫人性，再其次叫佛性。关于三性论呢，我们在别的讲学中就阐述了很多，在这里不做阐述。在这里呢，重点围绕着三性与美的觉醒之间的关系来讨论一下。那么三性有三性之美，就是生物性有生物性之美，人性有人性之美，佛性有佛性之美。那么这三种美呢，大体上是由具象到抽象这三种审美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那么生物性之美大体上是物的表象之美，它有一个前提是对物的迷恋与执着，在对物的迷恋与执着的基础上完成完成美的觉醒和美的就是完成审美过程这个是讲的比较笼统，具体的讲是什么呢？就是生物性之美，它是一定借助某种物质呈现出来，比如说借助服装，比如说借助一个建筑，比如像小鸟它借助它的羽毛或者是它的叫声，总之它借助某种物质为载体来实现它的审美。那么它的这种审美本质上没有超越物质以及物象，这是生物性审美的特点。因此生物性也有美的觉醒，但是这个美的觉醒非常连乱、肤浅、物化或者叫局限化吧因为它受制于比如说鸟的羽毛的美丽，它受制于羽毛，如果没有羽毛了，那么它以羽毛为载体所呈现出来的美就会不存在。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美的载体，也就是完成审美，它是受到羽毛等等这种物质的严格的局限那么就包括人的美、人体美，人体也是建立在这个人体基础上的。如果这个人体老化了，或者这个人体不存在了，那么建立在人体上的美就不存在了。那比如说吧，这个讲的还是笼统一个帅哥美女，那么前提是他得有个躯体，如果他没有这个躯体了，那么
通过这个躯体所呈现出来的帅哥美女的美就随之不存在。也就是说，帅哥美女的美是严格受制于这个人的这个躯体的，是这个躯体，它是一个物质，它是一堆物质，它是一堆蛋白质。那么，生物性的审美，生物性的美，由于严格的受制于物质的存在，因此它的审美是肤浅的、局限的，这个短暂的，就是具备这些特点，就是物化的这些特点。那么人性之美要比生物性审美要高级得多。这个高级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深度，第二个广度，第三个丰富度，第四个自由度，这几个方面。因为人性是比较抽象的，人性之美它主要是精神之美、心灵之美。那么在这种心灵之美、精神之美中，因为精神它要比物质自由的多，也抽象的多。第三种美呢，就是佛性之美。佛性之美更是超越物象、超越现象世界，它是本体之美，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欣赏得了的。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之美非常美，但是一般人看不见，你欣赏不了。你前提是你得看见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欣赏到西方极乐之美。你如果作为一个凡夫，你这一生都没有见过西方极乐世界，你如何欣赏西方极乐世界之美呢？你如何从这种欣赏西方极乐之美的过程中获得美的愉悦、美的享乐、美的快乐、美的幸福以及美的升华呢？你是不可能的。因为前提是你没看见。那么还其他的方面都是以此类推。佛性的世界，就是佛性之美，不是一般人能欣赏得了的。它是美的总计存在形式，要求审美的这个人有极高的素质。大体上，它是对应的。如果我处在生物性阶段，我只能欣赏生物性之美，是难以欣赏人性之美的，更欣赏不了佛性之美。如果我把人性之美给到他是欣赏不了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这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助人为乐是人性之美，但是助人为乐这个事讲给一个处在生物性阶段的人，生物性阶段的人不仅没有从助人为乐这个事情中看到美、崇高、伟大在他看来这叫白痴行为，这叫傻瓜行为你好好的你助人干什么？你有病等等，他就会这样来理解。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是一个美的行为既是个善的行为，也是个美的行为我们从这个善行中看到的是人性之美这个人一辈子助人为乐，一辈子为这个全村的人修路按讲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这种美好的行为给予赞赏，给予欣赏，并且在这个赞赏与欣赏的过程中净化我们的神性。它不光是简单的欣赏我们过去对这个艺术对神性的净化作用评估的给的价值太低了。好的艺术行为，好的美的行为，美的呈现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净化参与者、欣赏者的神性，使他更加获得更多的美的觉醒。我说的还是太笼统了，具体一点讲吧。比如说我是一个伟大的画家，我对美有着极高的觉醒那么我的这个美的极高的觉醒肯定有意无意的渗透在我的每一幅画中，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画出来的每一幅画都是我高度的美的觉醒的载体和呈现
那么我有一天我办画展了，代表着我的高度的美的觉醒的作品一幅一幅的挂在墙上，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在欣赏这个画的过程中，我就被它同化了。在同化的过程中，我就获得了它的加持，这就是加持的意思。加持的本意就是同化，低的被高的同化，污染的被清净同化。那么他的觉醒比我高那么我在欣赏他的画，这幅画就变成了载体，变成了欣赏者与画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通过这幅画，我走进了，我融入进了画家高级的觉醒的生命中，美的觉醒世界之中。在这个融入这个画家的高度的美的觉醒过程中，我的美的觉醒也被提升了，提升的越来越等同于这个画家所以说我在欣赏画的过程中，就是一次修行，就是一次提升，就是一次向佛的迈进，一次大幅度的迈进那么从画家角度来讲，一次画展就是一次极大的慈悲行为，把他高度的觉醒释放给普通人，让普通人有机会被他同化，透过艺术作品被他同化。所以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极具加持力的，我指的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指垃圾作品。反过来说，能够提升人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这就无形中的给这就等同于给什么样的作品才叫艺术作品，什么样的作品叫垃圾作品，或者叫非艺术作品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定义？就是这个艺术的生产者，他本身必须是一个高度的美的觉醒者，只有高度的美的觉醒者，他才能赋予他的艺术作品以非常良好的载体，借助这个载体加持和作用在所有欣赏他艺术的人，让欣赏他艺术的人被他同化，获得更高的美的觉醒。整个这个过程，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能够使这个美的欣赏者、美的爱好者大幅度的、有效的提升他们美的觉醒，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价值。或者说，作品的价值、作品的艺术含量取决于这个作品对欣赏者、观赏者、参与者的美的意识的唤醒程度美的意识、美的觉醒唤醒程度越高，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美的觉醒的作品才是艺术作品。这就给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下了定义，这个定义是生命学定义，可能别的艺术家或者艺术理论家还有别的定义，那个我们先不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生命美学始终围绕着生命二字来讨论。好，那么再回来再说涉及到三性美学问题。那么对于处在生物性阶段的人而言，他很难欣赏得了这个人性之美。那么处在人性之美中的人很难欣赏得了佛性之美。那么欣赏也存在一个如何欣赏的问题，三性之美就是如何，我们首先有个前提，就是正常情况下生物性的人只能欣赏得了生物性之美，
人性处在人性阶段的人，只能欣赏得了人性之美，他很难欣赏高于他那个层面的美。这个时候，我们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审美标准啊？那你这么说，我们一辈子就不能提升审美了吗？那就是能不能通过审美不断的把我从生物性阶段拯救提升到人性阶段，或者又再下一步不断的通过审美这种行为把我从人性阶段不断的度化到提升到佛性阶段，有没有办法？有。这就是欣赏者要注意一个根本要点：开放、虔诚、接收，就是六字真言。只有在保持六字真言的过程中，参与审美，才能通过美把美化为力量，美的力量把我从生物性中不断的度化到提升到人性阶段。我本来是处在生物性中，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艺术参与，比如说我天天去听音乐会，比如说我天天去看画展，比如说我天天去接触艺术家艺术作品通过这些方式只要我保持着开放、虔诚、接收的方式，我慢慢的就通过美把我提升了，就把我从生物性阶段提升到人性阶段，那么又不断的深入，保持着开放、虔诚、接收的方式，借助美把我提升到佛性阶段。也就是说，这是第二种通过美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的方式。第一种是通过静态禅修安处美，动态禅修安处美，安处在美中，以实现美的觉醒，不断的实现更好的美的觉醒。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外在的，我不断接触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不断的领悟艺术，就是总之参与艺术行为的方式，来把自己由生物性不断的提升到人性，再由人性不断的提升到佛性的方式。这是另外一种获得就是美的觉醒，不断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的第二条之路。这条之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加持之路，通过伟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不断的加持于我，提升我，净化我。但是他要想更有效的提升我、净化我，我这一方也不能太过被动，我要通过开放、虔诚、接收的形式，不断的主动的融入进去，参与进去，积极的就是融入进去，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这是第二条之路。再往下讲一个概念，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之路，它必须配合着三性，没有办法一步达到佛性审美阶段或佛性觉醒阶段，是不可能达到的。它一定是从生物性起步，经过人性，最后达到佛性。因此人世间的艺术作品永远分为三个层次，对应着三性。现在有很多是这个生物性的艺术作品，比如说应该说是所有的摄影吧，对山的摄影，对水的摄影，对花草树木的摄影，这些东西都是处在生物性之美之中。那么还有现在提倡的所谓的性解放就是形体之美、身体之美，这些都是生物性之美。生物性之美是正面肯定的在我们生命美学中，对生物性之美是可以正面肯定的它尽管很低级，的低级不代表它不是美。第二个美呢是人性之美人性之美就是包括各种道德之美、艺术之美，还有很多的这个行为吧，这些美都是道德之美。那么道德之美再往上就是佛性之美。佛性之美对审美者要求极高
如果他的身心不净化到一定程度，他是欣赏不了，他是走进不了佛性之美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佛都看不见，他怎么呢？其实佛就在空中，佛就在每一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看不见佛。那个佛的净土也是，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是佛的净土。注意我的措辞，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佛的净土，里面都充满了极度的善、极度的美和极度的正，但是我们欣赏不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肮脏和痛苦的，这就是我们没有欣赏佛性之美的能力，或者说我们没有唤醒佛性之美。我们现在只是处在生物性之美和人性之美状态，我们只能看见、体会、感受、安处在生物性之美和人性之美中甚至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处在生物性之美，他连人性之美都难以欣赏。比如说道德的美、情感的美、爱情的美，他欣赏不了的。那他觉得这些东西纯属胡说八道，纯属胡扯，根本不存在。就像今日头条里面就经常提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爱情这种东西，爱情就是个谎言等等。其实很悲哀，不是没有爱情，是你没有爱情。为什么？你处在生物性阶段，处在生物性阶段的人是看不见人性之美的，看不见人性之美，当然就看不见人性之美中的爱情之美，所以在他的眼中是没有爱情的。是的，在这个特定的作者那里的确没有爱情，但是在别人的眼里是有爱情的。为什么？别人生活在人性中，他能够发现爱情之美，也就是精神之美那么要想发现佛性之美，对自己的心性的成长要求很高。你不处在相当高的程度，你的佛性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唤醒，你是欣赏不了佛性之美的。佛性之美，那个美不是所有人能够发现、销售、融入、成为的美这就是审美的特点。审美具有散性性就是如果我处在处在生物性之中，我只能欣赏生物性之美，我只能和生物性之美相应我从生物性之美中获得美的愉悦。第一个是我能发现生物性之美，我一眼就能发现生物性之美，在发现的基础上，我融入它，我成为它，我在欣赏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美的愉悦、美的幸福。美是给人带来幸福的，美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哎呀，见到个美的东西非常快乐，整个身心都洋溢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快乐感之中那么生物性之美的人呢，基本上只能欣赏物化之美形式之美。那么处在人性阶段的话，他就能够欣赏更抽象的、更深刻的这个精神之美理想之美。比如说这个人为了理想奋斗终生，那么从生物性阶段的人来讲，就会立即给他贴个标签，这是傻瓜行为，白痴才会为一个理想奋斗终生甚至是丢失性命这个等等，白痴才为什么？他欣赏不了。只有你自己成长了以后，你才能欣赏理想之美。一听到一个人为理想奋斗终生，你肃然起敬，你马上就能够感觉到全身像触电一般的感受你在欣赏着他的故事的过程中，你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和难以言喻的快乐用别人的理想快乐了自己。那么佛性之美很难欣赏佛和菩萨们以及大儒们、大的圣人们所呈现出来的美，不是你们一般人能够欣赏得了的但是能不能提升？我处在某一个阶段以后，是不是我终身都处在这个阶段，不能提升了？我们刚才说了，可以提升这个提升的途径就是美的觉醒，不断的提升自己美的觉醒。那么怎样获得美的觉醒亲近美术大师，亲近伟大的艺术家，接受他们的加持。怎样接受？开放、虔诚接受，就是这六字真言这样才能从低级的生物性进入到
人性，再由人性进入到佛性，最终所有人都要进入到佛性审美，这样佛性审美才是总界审美，或者说才是美的总界存在形式。好，再往下呢，就是进一步讲这个实修，美的实修。美的实修就是一句话，不断唤醒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它这里面有一个刚才说了一个次第，就是三性次第，那么现在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讲另外一种次第，叫见修行果次第。那么见修行果的次第就是美之见、美之修、美之行、美之果，就是美之见修行果。那么美的见是什么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全人类没有形成一个以美为核心的智慧体系。勉强的找呢，也只能找出了道家。道家呢，怎么说呢？道家是建立在美之上，但是道家的这个体系，这过程咱就不说了，咱们只说结果，是一个半成品。道家这个智慧体系就是建立在美之上的这个智慧体系是一个半成品对于这个半成品看怎么理解，就像一个人就是一杯水被喝去了半杯水，说悲观的人呢说完了，我只剩下半杯水了，看看所以这是悲观的人乐观的人说太好了，我还有半杯水这个同样是半杯水，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他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半杯水论转移到这个道家来评价的话，也可以这样来评价如果悲观的角度来评论呢，完了，这个道家的这个美德建立在美之上的智慧体系只是个半成品，就是从悲观角度讲。从乐观角度讲呢，太好了，还毕竟是还有半成品比那个完全没有要强多了。也就是说，人类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原因我也在探索，到现在没有结论，就是为什么人类建立在破坏闲政之上，也就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体系，就是佛家体系那么完备，那么丰富，建立在善之上的智慧体系，也就是儒家体系，在广义一点讲，说我们华夏文明体系那么的完备，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成熟，唯独人类建立在美之上的智慧体系在其他地方其他的民族中完全没有，在中华民族中好容易有一个叫道家，还是个半成品。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搜索到的建立在美之上的智慧体系，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的道家体系。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会像佛家建立在真的体系上那样完美、成熟而丰富？为什么不像儒家建立在善之上的那样完美、成熟而丰富？为什么它是一个半拉子？到现在也是个半拉子，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你看历史上通过善的道德的觉醒实现生命觉醒，我们中华民族从尧舜禹开始一直到现在圣贤辈出。圣贤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道德觉醒实现生命觉醒的成功者，或者叫成就者有多少儒家的大儒，有多少儒家的圣贤，就有多少道德觉醒的成就者。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通过道德觉醒的成就者是汗流冲动，是车载斗量
同样，从印度传过来的，通过真的形式实现生命觉醒的这些成就者们，也就是高僧们、大持明者们、大菩萨、大祖师们，更是车载斗量。但是通过全人类，通过美的觉醒来实现生命觉醒，在全人类中极为罕见。除了老子、庄子、八仙等这些，还有百七真这些极少数的人之外，在全人类极为罕见。无论多么伟大的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他们终其一生是一个平凡的凡夫，他们只是利用了与生俱来的一些艺术上的天赋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成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家，仅此而已。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艺术行为中获得生命的终极觉醒和终极解放，也就是通俗的说的成佛跳着舞跳成佛了弹着钢琴弹成佛了，从来没有。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浪费了自己一生的艺术生涯，他们把自己的艺术生涯限定在一个很低级的层面。无论是艺术的创造者还是艺术的欣赏者，都处在美的很低级的层面，简单的愉悦了一下耳目而已。从舞蹈家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舞蹈来强身健体，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愉悦了一下自己和他人的耳目。截至现在为止，我们整个人类的艺术行为基本上停留在艺术是娱乐感官的形式，它只是处在娱乐阶段没有把它上升到美的觉醒和生命觉醒这样一个高度。这是对艺术的贬低和浪费，太浪费了。为什么这种贬低和浪费在人类流传了几千年，而且遍布在人类的所有的地区，从非洲到美国，从最落后的地区到最先进的发达国家，大家对艺术的理解定义都是非常肤浅低级的，只是把艺术定为娱乐感官之用，感官的娱乐工具和娱乐形式。没有一个艺术理论或者说艺术的义理体系告诉我们，引导我们把艺术行为定性为美的觉醒和通过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从来没有，全人类都没有，只有我们今天的生命科学、生命美学才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由于没有人类的文明中，无论是基督教文明、儒佛道文明还是印度文明就整个人类的文明几千年来所产生的这些文化体系，没有任何一个体系可以完整有效的给到我们美的觉醒到生命觉醒的这么一个体系给到我们，从来没有。由于人类至今为止缺乏一个完备的由美的觉醒以实现生命觉醒的这样的智慧体系，因此怎么办？我们可以用他山之石计间的方式来实现。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学习阅读良知体系，也就是道德体系，具体的说就是儒家文化。
也可以通过阅读学习真的体系，也就是佛家文化，更广义一点讲是印度文化来间接实现由美的觉醒到生命觉醒。它这具体是来怎么操作的呢？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儒家，再具体一点的说，我们在学习阳明的传习录，阳明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那么阳明心学里面，阳明心学的别名叫做致良知教。那么良知二字是阳明学的核心。每次就是我们在学习阳明的思想的时候，每次学到良知的时候，把良知二字替换成美即可，其他以此类推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佛家的佛经，佛经的核心就4个字：破幻显真。因为佛经是建立在真即真相、真理、真实、真如之上的一个智慧体系。那么每次当我们学到真如、真相、真实这样的词的时候，就把这些词替换成美，以这样的形式来学，这样在我们的大脑中就自然的把智慧，就是真的智慧体系，变成了美的智慧体系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其他的都以此类推所有谈真的全部适用于谈美，所有谈良知的都适用于谈美所有的良知体系就变成了美的智慧体系了所有教导如何实现良知以获得生命觉醒的次第修行法门、实践法门、做功夫的法门，都变成了美的法门这就叫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没有建立起独立于真体系之外、善体系之外的美体系，没有。那没有，我们等不及。万一他500年以后都没有呢？1000年以后都没有，那我们这1000年怎么办？我们开出的药方就是把真体系、善体系改造成美体系，就是把里面的几个关键词一替换就行了，其他的都一样。好，这以此类推。这个呢，就是怎样建立美的认知体系。我们谈真的时候，谈善的时候，都会使用一个词叫里面法透。通过阅读相关的大量经典获得里面法透，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关于美的完整的经典体系，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必须建立起美的见地体系，只有美的见地体系才能完善美，